谁能想到，自称世界第3强国，狂言1名士兵能敌6名志愿军的印度，在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中，仅32天就从侵略方沦为首都保卫者。这场始于双向误判的边境较量，每一个细节都颠覆着战前认知。曾有历史爱好者提出疑问：新中国开国元帅们在军事决策中，是否有过对地方实力的误判？有网友结合对印自卫反击战的史实给出观点。此战爆发前，中国方面因信息有限对印军战力有一定高估，印度方面却因盲目自大严重低估解放军。最终这场边境冲突仅持续32天便以解放军大胜收尾。印度甚至从最初的侵略发起方，被迫转为首都防御方，上演了一出军事上的闹剧。这场战前的认知偏差背后藏着多重历史成因。从印度方面来看，当时的尼赫鲁政府正处于自我膨胀的顶峰。印度刚在1947年独立，又在1961年通过古阿行动赶走葡萄牙殖民者，收回被占领400多年的古阿地区。这种胜利惯性让其公然宣称自己是世界第3强国，国力仅次于美国和苏联。更荒谬的是，印度国内的部分军事专家还曾对中国军队战力做过脱离实际的评估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，他们竟断言1名印军士兵能抵10名中国人民志愿军。待到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击败由16国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，迫使美国签订停战协定后，这些专家仍未正视差距，只是将评估数字微调为1名印军至少对抗6名志愿军。这种自欺欺人的判断为后续的军事惨败埋下伏笔。而中国人民解放军这边，战前对印军的认知局限则源于无实战交集。在此之前，解放军的作战对象多为日军、国民党军及美军，从未与印军正面交锋，对其作战风格、装备配置、高原适应能力等均缺乏一手资料。当时印军还从美苏两国获得了不少先进武器，美国提供了 M48 坦克、F86 战斗机，苏联则援助了米格21战机和萨姆2防空导弹。这些外援装备让解放军在战前不得不以打大仗、打硬仗为标准做准备。西藏军区和新疆军区的部队提前进入高原驻训，战士们背着干粮，扛着武器，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雪山峡谷中练战术。后勤部门更是克服高原运输难题，靠人背马驮、汽车接力，把弹药、粮食和御寒物资送往前线，只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持久战。1962年10月20日，这场由印度主动挑起的冲突终于爆发。此前，印度已推行2年前进政策，不断派军队越过中印传统边界线，在中方领土上设立哨所、修建工事，甚至多次开枪射击中方巡逻人员。中国政府多次通过外交渠道提议和平谈判，却均被尼赫鲁政府拒绝。忍无可忍之下，解放军正式发起对印自卫反击战，战役进程彻底超出了印军的想象。在东段战场，西藏军区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响克杰朗战役。当时，印军第7旅凭借克杰朗和天险构筑工事，自诩固若金汤，但解放军战士冒着炮火涂射冰冷的河水，仅用1天就突破防线，全歼印军第7旅。俘虏旅长季普达尔为准将，这位准将被俘时还难以置信，反复问：你们怎么能这么快突破河防？随后解放军乘胜追击，攻克印度非法设立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多个据点，前锋直逼印度东北部重镇提斯普尔。在西段战场，新疆军区部队针对印军分散驻守的特点，采取8点作战战术，逐个清除被印军侵占的加勒万河谷、班公湖等地的哨所。当时班公湖地区的印军哨所建在海拔5000多米的山头上，解放军战士顶着暴风雪发起冲锋，不少人手脚被冻伤仍坚持战斗，最终仅用10天就收复了西段全部被占领土。短短32天后，解放军的战线已推进至距离印度首都新德里仅100多公里的昌迪加尔附近。从军事地图上看，解放军的坦克部队若继续南下，几天内就能抵达新德里。此时的印度国内陷入一片恐慌，新德里市民纷纷收拾行李逃往南方，政府紧急拆除市区的交通标志，销毁重要文件，甚至在城市外围挖掘反坦克壕沟。尼赫鲁政府一面紧急向美国求援，要求派航母和战机保卫印度，一面不得不承认军事上已无力对抗解放军。更具历史意义的是，当解放军取得绝对军事优势时，中国政府却主动提出停火建议。11月21日，中国宣布从11月22日起全线停火，并决定将部队后撤至1959年11月7日，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以北20公里处，同时释放了全部被俘印军人员。这种胜利后不乘胜追击，反而主动谋求和平的举动，既彰显了中国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定决心，也体现了中国维护边境和平的诚意。回望这场战役，正如网友所言，战前不少人因印度的世界第3论调以为它是又臭又硬的难啃骨头，可实战却证明
英军的强硬不过是虚张声势，其装备优势在解放军的战术灵活度、战斗意志力面前不堪一击。而对中国而言，这场战役不仅捍卫了国家领土完整，更用实力向世界证明，中国从不主动挑起冲突，但也绝不畏惧任何侵犯领土主权的行为。